各位老细精神啊！其实现在的餐饮并不好做，就比如现在我们这种装修，其实它的消费标准非常低。你看到，就我们这种装修，人均的消费才50到80，为什么说天天都爆满？真的这个单价提不上来。当然，高一点的消费呢也会有，但是普遍都是在50到100左右。但是100块钱的人均消费里面有什么菜式？等一下我会带大家进厨房里面看一下。其实它的消费就是大排档里面的档次，没办法，整个餐饮行业都是这样。所以说，为什么这段时间总是这么忙？生意是很好，但是营业额提不上来。有很多粉丝说：“梁师傅，你的店在哪里？过来体验一下。”可以，但是我们这里都是排队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它这个消费标准，可以这样说，就大排档的水平。有时候为什么说消费一桌菜都花上好几千块钱呢？其实菜钱也就几百块，但是酒钱往往就高个好几倍。比如一个人来一瓶这个，那么一算起来，它的单价就会高了，是不是啊？就像我们这样，不但是菜品好，就像这样的姑娘服务，也就是大排档的消费。餐前的小菜，花生米是少不了的。上菜的时候，每人先给他来一碗粉丝汤，这个就是我们店里的招牌菜了。如果你觉得粉丝汤太浓的话，我们也准备有一些稍微清淡一点的。就比如以下的这一款，用青橄榄炖制出来的就没这么浓了，而且是非常醒胃的，还可以起到一种解腻的效果。接下来的就是一些常规的家常菜，鸡鸭鱼肉，只是它的做法不一样而已。当然，招牌的东西还是要留下来，就比如脆皮五花肉，这些都是我的招牌菜。高峰期的时候，每天的出货量将近2000斤，但是再好的品，吃多了也会腻的，所以偶尔也会上一些海参啊，或者大鲨鱼之类的。当然，下酒菜是少不了的，就比如这一款风味羊排就很受欢迎。还有一些就是老菜新做了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咸蛋黄炒长脚蟹。这些菜是20年前我们在广州就玩过了，但是现在拿出来重新翻炒，照样是很受欢迎的。还有的就是一些季节性的菜系一定要备有，比如海鲜西瓜汤，看似很普通，但是天气热的时候喝这个汤是非常合适的。99的半边烧鹅，我们出的几乎就是拿回成本价，所以每桌必点。每一样的海鲜，它的做法不低30种，所以来到我们这里的客户让他随便点。里面包括酸甜香辣醋溜，应有尽有。所以平时我更喜欢做的是一些多元化的口味，这样对客户来说就会多一种选择。人的口味也是跟着季节性来变化的，就比如天气热了，除了吃一些清淡的以外，还有一些就是酸甜类的就比较醒胃了，这样才会显出这桌菜的丰富，吃香喝辣的都在这里了。而且还要荤素搭配的均衡，如果光是一桌肉菜也是不行的。但是不要给它重复，这个才是关键的。鹿茸菇炒牛肉，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招牌小炒，因为它成本低，而且口感好。所用到的是干货，经过泡发了以后再炒制。素菜的话，每桌点2到3个，这是很正常的。除了青菜以外，还有一些豆角啊，比如苦瓜啊之类的，这些都是比较受欢迎的。
到了夏天这季节，我们也会备一些冬瓜盅、南瓜盅，当然西瓜盅、饮料这些我们也会备啊，就是让整个品类给它丰富起来。鱼的吃法就很多种了，除了油泼、清蒸以外，还有水煮啊这些数不胜数。如果再简单一点的，就是不用煮了，直接鱼生。切薄片的鱼生大家见多了，但是整条啃的话，不懂大家有没有尝试过？在下期的视频就来和大家研究一个专门做鱼生的。好了，上完青菜了以后就是主食了。这个是糯玉米，加点叉烧进去一起同炒。这道菜要的口感是干香，所以炒制的时候火候一定要把控好。每一份我们就定到39，所以几乎每桌必点，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。后面这个就是炒饭了，一般我们都是送的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下期我们继续。